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播州区乐山镇新土村的陈村坝主。这里呢，发现一座特别有意思的大山哈。这个一座山体呢，有一个山洞贯穿山体，两边呢都有山洞哈。刚刚我们经过的呢，就是第一个洞。然后这座山体前方呢，还有一个洞哈。这里呢，因为咱们无人机无法飞下去啊，信号要中断，我们就在这里呢，大概看得到啊。下面主任的位置呢，就是这个洞穴。非常有意思的呢是两边都住有人，而且两边的洞是相连的啊。这个洞呢，就是我们刚刚在顶部看到的这个有竹林的这一边啊。这边这个洞中呢，住的是一个90后的一个小伙子哈，他这个房子呢造在这里好几年了，而且他呢还把这个洞中进行了一些改造哈，还花了20多万钱，他是这么跟我说的。而且呢，他还在这个洞里面酿起了酒啊。这个呢就是我说的这个90后的这个小伙子啊，正在煮酒。现在呢，我们进入了这个洞中哈，因为这个手电不是很亮啊，所以大家看得不太清楚。大家看这个下面是有水的，这个洞里面呢有很多非常好看的石笋，还有这个暗河、瀑布之类的。如果要从洞中走到上面一个洞的话，需要步行2个多小时啊。这个小伙子呢很有想法哈，他想把这个洞呢连通到上面一个去，因为中间有一些地方的话还是比较险的，那么需要进行排险。他其实想跟上面一家呢联合起来呢，把这个洞里面把它弄通啊，这样呢很多到这里来玩的人呢，他们就可以从这里走上去，也可以从上面从洞中走下来。想法非常的不错哈，如果真的这样做好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会愿意到这个洞里面来钻洞体验哈。这里呢就是上洞啊，这个洞这户人家住在这里就比较久了哈，已经住在这里5、6代，100多年了。这个叔叔呢就是住在这个洞里面的主人家哈。他其实到现在还不知道下面那个洞的出口啊，住有一个小伙子哈。在农村呢，确实交通也不便嘛，除了出去赶集啊，就是做农活之类的，一般都不出去闲逛的。我觉得下面那个洞住的小伙子呢，想法非常好，他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个洞中间整理一下的话，我相信会有很多探险的朋友呢，愿意到洞中去体验一下。虽然说不能收门票，但是人家在洞中走了1、2个小时的话，肯定肚子饿，需要吃饭的，对吧？这样呢，也可以增加他们两家的这个经济收入啊。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我们松林镇的临平村啊，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个村庄。其实我呢经常走这个村庄过，因为这是我回家的这个必经之路。但是呢，我很少看到这里有人啊，感觉这一个村这么多木房子，没看到有几个人。而且这个是我们镇上就是木房子集中比较成片集中比较多的一个村庄啊。我们去了解一下，看一看，还在这里居住的人多不多啊？在房子什么的都非常完好，大家这样看一下哈，就看得比较清楚啊。然后这个住在这个山腰上啊，一个小村庄，然后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木房子，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美丽乡村的一个牌在这里哈，看去是非常的舒服啊，这种古建筑啊。我们现在呢下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家，了解一下居住在这里的人多不多，然后这个空置的房子多不多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漂亮啊，一家一家的全部都是改装过的。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瓦呀，就是这个房子上的这个瓦呀，也全部都还是青瓦。看一下很漂亮啊，全部都还是青瓦。他们这里这个房子呢，不是我们这边做五改四化的时候做的，是提前就做了。好像是他们这里出了一个有钱人啊，然后呢就是他出资，然后来跟大家进行了这个房子改造。
包括这个，你看这个全是水泥地。整个这个居住区的话，基本上看不到泥巴，是吧？中间这些岔道呢，也全都是这个水泥地啊。吃饭没到老师？你们这里叫邻居哈？你们这个村庄搞得还看起来安逸，我觉得。我是在想的。我了解下哈，你们呢就是，我看里头好像没好多人住的，空房子多不多啊？空房子多的，就是没得人住的房子多吧？那么刚才我们问了一下他们住在这里的人啊，这里呢，他们这个村庄呢有好几户啊，有4、5户这个是没有人居住的，就是这个木房子啊。但是我估计呢，应该不止这么多。他们只是说算那个完全没有人居住的这个木房子啊，其实有好多的木房子，就是1个或者2个老年人在家里住，年轻人都在外面啊。这个地方离镇上啊只有10几公里，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顺着这条路往山脚下走的话，有一条河还比较大哈，步行下去的话20分钟左右，开车的话很快就到了哈。所以是个避暑的非常好的地方啊。好了，大家觉得这个村庄怎么样呢？如果在明年夏天有兴趣到这里来避暑的话，大家可以点个关注哈，到时候呢私信我给大家地址呢就可以过来哈。好了，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如果大家喜欢阿泰拍的这个乡村视频，记得给我点个关注支持一下，谢谢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松林镇的新庄村。当然呢，阿泰的家乡也在这里哈。我们现在镜头中看到的呢，就是村的中心点哈。村的办事处、医院还有学校呢，都集中在这一块的哈。除了这个位置能感觉到村中心的这个存在哈，周边的话真的看去不像一个村的中心点。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村呢，目前还属于这个国家级的深度贫困村。其实我走过遵义很多落后的地方啊，但是说实话都比我们这里要强。就算再落后的地方的话，他们的村中心的话也是有好几排房子的，而且看去的话都比较整洁，也有这种现代化的这种砖房哈。如果单从这个村中心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村真的算是落后中的落后了。其实我们这个村呢，资源是非常丰富的。20年前呢，这边就在开矿，而且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去那里背矿赚钱。再后来呢，村里又有很多人在挖煤，因为我们这边地下呢煤也比较多。那个时候的煤才5块钱100斤。其实那个年代呀，贵州好多地方呢都是靠挖煤发财，但是我们这里呢，煤矿资源这么丰富呢，居然那个时候没有抓住机会啊。再后来呢，村里面这个杜仲产业也比较大，杜仲最贵的时候卖到80、90块钱1斤哈，那个时候有1/3的家庭收入每年都是上万的。大家要想一下，20年前每年家庭收入上万是什么概念？但是好景不长哈，就2、3年的时间呢，后面这个杜仲呢就断崖式的下跌，这个价格到几块、10几块啊，这个机会呢大家也都没有抓住。现在的话，在这个山体里面又发现了一种矿石，叫做方解石，它的存储量的话，估计可能是上百亿，煤矿那些资源就很多了，这个东西就无法估量。但是这些地下资源现在全部都是禁止开采的。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你们那么好的机会，为什么村里面现在还这么困难呢？其实在阿泰看来，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教育这块的问题啊。全村80后之前，也就是60、70、80后这一批人，没有一个大学生啊，700多户人家，大家可以想一想，连一个大学生都没有。整体教育的滞后才是山区贫困的根源。而现在呢，大部分年轻人都已经离开了大山，现在要想发展起来，其实就更难了。虽然我们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没有年轻人在家里发展，那都是废的，大家说是吗？平均每家上100亩的这个山林土地，基本上现在都是荒废在山里面。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办法可以发展吗？欢迎大家参与留言评论啊，多多出一些点子，我呢也好跟村里面提一些建议啊。
感谢大家。